吧，谁守着家人凭思念洒？看那岁月留下一抹晚霞，青丝变白发。雨雨泪下，回忆沙哑，转眼又一夏。笑颜滚烫脸颊，模糊妆纱，苍老了年华。那暴雨就快要狠狠地落下，我还在等待着你一个回答。就让那风再大，吹起了牵挂；就让那雨在下，吹尽了繁华。用一生换刹那，我不会再挣扎。如果爱需要代价，我无法接受路沿途多变化。我只怕一错过就咫尺天涯。用信念换约定，我将爱牢牢刻下。那就每人来一锅上汤包翅，怎么样啊？不用了，今天我们赶时间，等婚事谈成了以后，下回我们一定摆桌酒席，好好的请白先生。喂，婚事谈成才请啊？那婚事谈不成就请青菜豆腐炒饭呐？哎，怎么可以这样啊？哎，相请不如偶遇，我跟唐水叔那么熟了，不如这一餐就让小弟来请吧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啊，好，老赵马上上菜。是嘉哥。这位先生，要你这么破费，怎么好意思呢？哎呀，不用客气啦，唐水妹我从小就认识了，她就像我妹妹一样啊。来，我们来谈正经事。嘉哥，这件事情应该由唐水叔来谈吧？哎，不用了，我从小就和唐水叔的糖水长大的，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。唐水叔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我是，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。我爸不太会说话，让胡家帮他说吧。既然这样，胡先生，你的意思是？那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先谈聘金。那唐水树呢，虽然只有个女儿，不过她的为人呢知足常乐，不会乱交竹竿的。那我们意思意思，就要这个就好了。50块？偷家娘50块啊！你敢说，我都不好意思听啊！开价之前也要好好看自己的身份。一个卖糖水的，难道还要500块不成？神经病！500块？当然不是啊，5万块啊！简直是开玩笑啊！我们走。娘，我还没吃，算了。走了。唐水叔，我要走了。媒婆，等等。王媒婆，你挖干净你的耳屎，给我听清楚啊！你以后再敢帮糖水妹介绍这种白痴老公，还有刻薄成性的家婆，我就让你这把老骨头变成这双筷子一样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大流氓！哎，大流氓！还没付账就想溜啊？付什么账？我已经吩咐老赵了，把我们吃剩的凤吞宴、上汤鱼翅、烧乳猪包好送去百姓档，要他们买单。你不说你要请客的吗？喂，婚事谈得成，我开心，我请客。现在婚事谈不成，怎么可以让你给别人白看？对对对，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啊？那个老太婆一定气疯了。谁叫他想让癞蛤蟆儿子吃天鹅肉？啊，不是，应该是癞蛤蟆想吃田鸡肉。你这臭流氓，我就不配当天鹅吗？麻烦你下一炮那自己看看，女人不像女人，整天大呼小叫的，整天像母鸡一样，呱呱呱呱呱呱呱这样。你这臭流氓！喂，算了，看在你今天拔刀相助的份上，我不跟你计较。那，你现在知道我这个人是知恩必报了吧？
知恩必报。我对你有恩吗？你忘了，当年要不是你，我早就被那只黑狗带去见阎罗王了。帮忙推！当时我看到血流一地的，我还以为你……早就去见阎罗王了，是不是啊？还好上天有眼，让那只黑狗杀人反而杀己。我去看看，你先回去吧。喂，你小心啊！喂，你干什么？小姐，没事吧？先生，他要拿我去接客，请你救我，请你救我！没钱了！糖水妹啊，你不卖糖水排队做什么？蛋子头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在舒服。就算跟你讲他在哪里啊，你也不敢去的。哎，我还没有押。来，废话怎么那么多啊？现在就带我去，走！哎，我的钱我。是不是他们？是。胡家呢？你把胡家装到哪里去啊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糖水妹。谁让开？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七宗门一向看我大哥不顺眼，一直想找他麻烦。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我大哥在哪里？啊！哇，原来是你这头大山猪啊！猪就是猪啊，连脑袋都是猪脑，竟然还会想到把人绑起来。你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啊！你以为你是阎罗王啊？阎罗王要你3更死啊，你绝对活不了5更。你只不过是一条大山猪。你喜欢吃烤猪肉是吗？把它吊起来！大山猪，你真的想要把我烧死啊？哎，不是我要杀你的，是龙哥要杀你的。你做鬼不要来找我。哦，原来是你那白痴狗大哥啊！他还想为他的黑狗哥哥报仇。我已经告诉过他了，他用他自己刀捅死自己，那关我屁事啊！要怪就怪他自己笨。胡家，你杀死黑狗大哥那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。
你竟然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过河跟我抢地盘！你根本没有把龙哥放在眼里。我干嘛把你们放在眼里啊？你们打架又不行，抢地盘又不行，什么罪行呢？放屁罪行！喂，干嘛？喂，大长度，你是来真的？吴家，现在你知道谁是班主，谁是少主了吗？再来！我们走！嘉哥，你没事吧？嘉哥，嘉哥，你不要吓我。嘉哥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嘉哥，如果我刚才跟着你的话，你就不给他死上朱安算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不要少一次会死，我到底在干嘛？不好意思，嘉哥，是我害了你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。嘉哥，你哭什么哭？哭什么哭啊？大王不会死的。你开玩笑吧？你没有眼睛看的。你闭嘴！你们几个跟了胡家那么久，怎么可能不了解他？哇，吵死啊！虾哥，该不会是阴魂不散吧？死铁齿！如果我阴魂不散了，肯定会来找你哎。嘉哥，嘉哥，你真的没事？你很想我死吗？啊？不是啦，嘉哥，在这里最伤心的担子哥排下来啊，就是我啦。啊，糖水妹，还是你厉害啊！这样也瞒不过你啊。嘉哥，刚才我们来到的时候，看到你睡在地上，一动也不动的，真的以为你已经完蛋了。还是糖水妹厉害，和你心灵相通，知道你没有这么快死啊！你说什么废话？谁跟他心灵相通啊？死流氓！我跟你说，你这次只是幸运。你只要当流氓一天，你总有一天一定会变成烧猪的。呸！大吉利是啊，你才死啊！干嘛？好了好了。白狗，白狗，白狗，汉奸，什么汉奸啊？仗早就已经打完了，日本军早在10年前早就回到老家了，哪来的汉奸啊？白狗，不用怕白狗，这里是小义堂的地盘，我给他100个胆，他都不敢踩进来啊！
哥，安娜，好了，我给你一个暗号了。安娜。天里呀百花香，浪一个浪一个浪，那个浪，安娜。一个浪，一个浪，抓活的，白狗哥要杀他们，全体黑狗哥！别跑！把全新加坡都翻了，也要把那对父子给揪出来。要杀掉胡维仁父子，所有和他有关系的人都要死，一个都不能留。昏了头！贤贤，你去哪里啊？能不能不要到处乱跑？吃啊！当然吃了。等什么？猪肉让给了我一块肥猪肉。你看着我干什么？是肥猪肉，不是猪肉肉给我的，是我偷的，怎么样？偷你全家死！只不过是要一块肥猪肉。好像要了连命一样，勾引你！你看着我干什么？我不吃都吃了，难道你要我吐出来？肥猪肉，那一定又肥又香了。我现在满嘴猪油味，满嘴猪油味。我看你是满嘴屁话。吃啊！吃啊！那些点点饭，你给我吃，你怎么办？啊？你看看你自己。饿到都快没有力气，要是白狗追上来，我们两个不就没有命？这里不适合久，他们快找到我们了。来，吃进去。吃了我们走。
我们走。起来了，有东西吃。是不是孩子？快吧！不要吵儿子，吵我儿子。快走！跟着我，是有路一条，快走！爸，这里有人照顾你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要找谁啊？头家不在，要钱去别家。走啊！还不走？请问又怎么了？你头家是不是张天鹏？是，又怎样？张天鹏是我的亲戚，对不对？头家回来后啊，每天都有人上门来认亲认戚。头家和头家娘人好，明知道你们是骗子，也不会让你们空手回去。还不走？我爸爸呢？嗨，你这个无赖，认亲戚就算了，还认爸爸。我头家就一个儿子，他可乖着呢，哪像你呀，跟乞丐一样，还耍无赖。快走啊，不然我放狗出来了。走啊！来福，来福，快出来有骗子！来福，来福。
大伯，大伯母，张敏小姐，欢迎你。阿姨，从今天开始，敏儿将会跟我们一起住，替她打理。姐，姐，斑驳篱笆，谁守着家人？我不应该打扰他们的生活。看那岁月留下大伯、大伯母、姐，我是张家，我们是2个不同世界的人，对不起，你们就当我死了。笑颜滚烫脸颊，模糊妆纱，苍老了年华。那暴雨就快要杀掉胡为人父子，所有和他有关系的人都得死，一个都不能留。我不怕我随时给人打死，但是我怕大伯、大伯母还有我姐被我连累，回不去了。如果爱需要代价，我不怕坚守路沿途多变化。我只怕一错过就咫尺天涯，用信念换约定，我将来老老。可笑。放开他！放开他！放了我儿子！爸，我儿子来了！我儿子来了！儿子！白狗来了，快点走！快走！白狗在门口，快点走，走我们安全，快点走啊！去哪，白狗？那条狗，现在不是他要杀我们，是我要杀他！快点走，他在我们，快点走！还来得及呢，快点！他来了，白狗。你说什么？你是想不要这样子？不可以这样子做，快啊！你不要回家。等一下，我回家，快！我只怕一错过就咫尺天涯，用信念换约定，我将爱老老。可笑。我们是2个不同世界的人，姐，对不起，你就当我死了。革命，没错，是革命。这是近100年来最激动人心的2个字。鲁迅先生说，19世纪是个革命的年代。为什么会革命？那是因为不安于现在，不满意于现状。今天，我们已经活在20世纪。可是，我试问你们，你们安于现在吗？不。满意现状吗？不。告诉老师，你们不满意什么？陈安国，我不满社会还是充满不公，不满贫苦大众还是翻不了身，不满那些殖民主义、帝国主义者直到今日还在耀武扬威。我更不满我们这些即将毕业的学生，因为固执的殖民政府而对未来失去了希望。好，我不满，常常吃不饱。潘志明，你还吃不饱吗？不，我说太快了。我本来要说，我不满很多人吃不饱、穿不暖，而那些殖民地组织，那些英国人，他们个个吃到脑海肠肥。脑海肠肥。我也有一点啦。老师，我也不满，我不满殖民地政府不止压榨我们，还要强制我们去当兵，帮他们打仗，帮他们掠夺别人的土地，就像他们掠夺我们的土地一样。这里有没有人和李小文一样，
反对殖民地政府实行国民服役的计划。我们都反对，反对，反对，反对。很好，你们举手，不只是要让我看到，你们的不满不只是要让我听到，我们要让殖民地政府看到、听到。鲁迅先生说：“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死亡。”好。今年4月，殖民地政府开始落实1952年提出的国民服役法，正式规定，所有18岁到20岁的男性都必须依照参加国民服役。据我所知，他只需要800人加入武装部队，1200人加入民防部队，而且是以抽签方式招募。今天招募800人、1200人，明天就增加1600人、2400人，然后就2400人、3000、6000。哥，问题不在于人数，而在于动机。那你认为动机是什么呢？动机就是要你做一名唯命是从、任由摆布、低人一等的奴隶。殖民地政府向来的政策就是要移民社群自生自灭。政府办的学校只教英文，雇佣的是英文学校的毕业生。华人学校都是靠华人自己筹款建立的，学生毕业后也只能在华人办的商店、公司做工。殖民地政府对这些年轻人什么都没做，可是现在他们要这些学生服国民服役，多讽刺啊！国到底在哪里？民呢？殖民地政府什么时候把这些孩子当民了？无法团结民心，正是殖民地政府最大的失败。那是因为殖民地政府根本没有把我们当民看待。有些人已经在这里活了半辈子，但是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拿到公民权。你会支持我们吗？支持你们什么？你当我们的法律顾问吧。我现在连个律师都不是呢。你在英国已经通过律师资格考试，你已经是个合格律师了。那也得有律师楼请我。谁那么没眼光，会放过我这个以优异成绩毕业的聪明哥哥？你如果是律政司，那就好了。你想加入律政司署？要改变现状，就必须身在其中。对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你是准备做大事的人，更要胸怀远大的志向。谢谢张老师的夸奖。以前啊，二叔常常带我来这里吃虾面，喝印度人的拉茶。我爸很喜欢来这里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里一定有让他难以忘怀之处吧？我爸说，他第一次见到我娘娘，就是在这里。我爸说，他看见我娘娘的第一眼，就深深被她吸引了。可惜，二叔二婶。我嗅到虾面的香味了。你魂牵梦萦的虾面就在眼前，明位还没到，我们先喝杯拉茶吧。好啊。谢谢。我本来也想约当勇的，可是他好像好忙，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。他忙着处理工会的事，很多工友都不识字，加上一盘散沙，之前只能任由资本家剥削。当勇协助大家组织了工会，通过工会的力量争取权益。
那这份工作的收入如何？有时不但没有收入，还要自掏腰包买吃的喝的给工友们。那可是很大的牺牲。可是，如果没有人挺身而出，那些工人只能任由宰割。有了工会，如果资本家想要剥削工人、蹂躏工人之前，就会三思而后行；否则，工会就会出面谈判，谈判破裂后就会采取罢工行动。团结力量大，非要资本家正视工人的力量不可。怎么了？几年不见，我觉得我这个妹妹好像变了另一个人。变得怎样？变得很坚强。是坚强，还是强悍？印象中的你，柔柔的，说话时都轻声细语。女人能撑半边天，太软弱可不行。看来，当勇对你的影响力不小。当勇的确教了我很多，也让我更看清这个世界。当勇的确很优秀。我回来后，就不止一次听我父亲赞他。我志不在从商，所以爸很希望当勇能助他一臂之力。不过，听你那么说，当勇好像更倾向于与资本家对抗。当勇可不是盲目的对付资本家，资本家也有好的，就像大伯的制药厂，就把员工当家人一样。那也是石头叔当厂长当得好。不过，我爸和石头叔年纪也大了，我不是继承事业的理想人选。如果张老师，救救我！你是？我是玉洁，终于上过你1个学期的课。玉洁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有人要抓我！喂，你们干什么？老兄，不要强出头。我是他的老师。他说他是他的老师，我不是耳聋啊，是老师又怎么样？是不是要跟他行个礼，再说是老师找呢？你们是谁？想要带他去哪里？老师，他们要带我去当舞女配男人。你们简直无法无天！喂，老师，你说话给我小心一点。什么无法无天啊？他老爸借了高利，没钱还，把女儿卖了。怎么？你要帮他还债啊？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又是老师，如果肯下海当舞女的话，一定很轰动。你们这些流氓，简直是目无王法！你们的眼里还有法律吗？这里是我们的地盘，我们就是王法，法律，我的拳头就是法律。这位先生，你对法律的理解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看来我这几年在英国读的法学，好像都白读了。我有必要让你们知道，我是个律师，我对法律的理解应该才是最正确的。你敢动我一下，就准备坐牢吧。恐吓、打人、放高利贷、逼良为娼，这几项罪名加起来，就足够让你坐10年的牢。哥，你不是约了菲利警长喝茶了吗？对啊，我就让警长来亲眼看看，这些流氓是如何的无法无天，还不放手！来，你有胆就别走开！有胆你就再倒回来，我等你。你给我等着！你没事吧？哥，我们赶快走。虾面都还没吃呢。可是万一那些流氓倒回头，我都说等他们回来了。你跟他们认真干什么？他们这些流氓猖獗得很，没必要跟他们硬碰硬。你的学生好像被吓到了，你找个地方让他休息吧，顺便帮我打个电话。大子哥，
有人来我们地盘校正，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他说我们是流氓无赖，社会败类。他说的没错啊，我们不是流氓无赖，社会败类是什么？没错，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被人家这样骂了，所以我就忍了。但是他越骂越过分了，竟然骂我们小义堂是无情无义堂啊，还说蛋子哥、嘉哥，你们这些管事的人都是饭桶废物。他说啊，随随便便就让你们坐10年8年的牢啊，叫你们洗干净屁股，等坐牢。蛋子哥，就是他。我听说你是个律师，还能随时让别人坐10年8年的牢啊？对于那些为非作歹、目无法纪的人来说，是的。我还听说你有个什么警长来找你喝茶。没错。张燕，发生什么事？没事没事，不过我们今天可能吃不了虾面，你再给我5分钟。对付这些流氓不需要花太多时间。蛋子哥，你听到没有？他说对付我们不需要5分钟啊。听到了，你以为我聋了？臭小子，简直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啊！正常啊，有个这么漂亮的小姐在面前，换作是我，也不会把其他人放在眼里。男人最重要什么？是面子，是不是啊，大律师？你干什么？放开他！明慧，你先离开。他说的对，男人的事让男人来解决。他不是还有个什么警长在罩着他了吗？啊！我正要告诉你，他不来了。啊？你说谁不来了？警长不来了。哎，你们听到没有？他说警长不来嘞。臭！我就知道你是在乱放屁。什么警长，什么律师啊，是你自己吹的吧？不过倒是很厉害啊！刚才是个漂亮的老师，现在来个漂亮的小姐，哼，你肯定是嘴巴涂了蜜糖的大骗子。对不起啊，我刚才的话还没说完。警长虽然不来了，不过警长的上司警司倒是会来。警司？那总督会不会来啊？我不管你警长、警司还是总督，我蛋子头都不怕。这里是我的地盘，我们才是这里的总督。蛋子哥，干嘛？我们走吧。他说的好像是真的。Right in front。红毛警官都来了，还是快走吧。这么多人看着，现在开溜的话，传出去给七宗门的人知道，以后我们怎么在江湖上混？你先带兄弟离开，还有，通知嘉哥。是。Action！ 走，跑！张燕，我没事。 Is everything all right, Chong? Hi, Mr. Lucas. Well, it wasn't going to be all right if you hadn't appeared. I'm sorry, I rushed over here as soon as I had a call. Thank you for coming. Anyway, this gentleman claims to be the governor and owns this plot of land. You stupid fool! 喂，你们唧唧歪歪说些什么啊？有种就不要说红毛话，说华语，干嘛？要抓我？来啊 ！Arrest him！ 他说。 你这个土总督要倒大霉了，他要把你抓回警察局，让你知道真正掌握权力的是谁。小屋包窗纱，迎来了晚霞。 眼看夕阳正要躺下，吩咐泪抹吧，默契都散洒，还望手帕带我传达。采朵小黄花，放飞如水呀，自
只手。